新浪娱乐舆情实验室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邓为。这个我没有，因为我其实很担心一个点，就是越是去刻意的寻找这种状态，可能会肢体反而会僵硬。但你说像是有仙气飘飘这种感觉，我觉得这个就真的很要感谢一下我们的造型老师易小雅老师了，因为他设计的这些服装非常的适合苏一水，包括后面比如说有一些比较长的一些拖尾和一些纱，在走动起来，然后包括飞到空中的时候，加上鼓风机，自然而然的就有这种飘飘的感觉。类似于你的身材呀，就能撑起来。那没有，不敢，这种男模身材才能撑起来。那就其实很多人就因为这个成为了苏一水的走路粉。你知道走路粉吗？我知道，就是走路，对吧？对，喜欢他看他走路，就还挺飒的，是不是？对对对。那邓为本人是苏一水的什么粉呢？事业粉，因为他会去为了做一件事情，然后会去不择手段。但是我呢，做一件事情的话，会通过努力去达到。虽然说是这个方式不同吧，但是最终是达到的是一个目的。其实已经交了，因为我把最好的都给他了，所以他也非常的依赖我。那我们高冷仙尊爆改小猫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这个体验的话，其实苏玉水本人是体验不到的，因为他交换了灵魂嘛，所以说这个猫咪的这个灵魂跑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他是不知道的，所以他对于自己做的这些事情也不知情。那你当时演的时候，就比如说会想象一种什么样的画面？因为他当时给的一个环境是在屋子里的床上嘛，所以我当时自己蹲在那边的时候，我就觉得猫咪再加上我自己养，我就觉得是猫不可能说是非常安静的待在一个地方，除非它在睡觉。然后我就看周围有没有什么道具，然后正好看到有一些瓶瓶罐罐之类的。我说那看到这个的话，正好它能在床上滚动，那很符合猫的特性啊，就会去拿手去扒拉它，然后这样我就设计了那些动作，就不至于说是就是干巴巴的蹲在那里。所以其实也给就是苏一水本人设计了很多就是剧本上没有写到的，挺多的，每场戏都有。感觉苏一水会这样做，然后也更加丰富它，然后让它更真实。那你是现挂吗？还是说是提前就是去想一下？没有提前想，很多都是到了现场以后看了周围的环境，然后马上脑海中出现的这个想法。而且尹涛导演其实他也是一个挺有想法，就你们会现在现场就是这样交流。对，我因为经常就拍完戏的话，包括是拍戏中间的空档，可能这一场戏不需要我就跑去监视器跟导演去聊内容，就是我们俩只要一聊天，都是在内容产出，这样空，所以他也特别喜欢跟我聊，我也特别喜欢跟他聊，就很嗨这个点在创作的时候，因为有很多想法其实就不是说是你提前设定的，都是在现场碰撞出来的。他实力够强，而且又是西山的宗主。那邓为本人如果参加相亲大会，你要在简历上写什么？哪个逆徒给我报的名？但我觉得他不能不是魔子身份，这个也不是他能选择的。但也正因如此，所以他遇到了跟他说魔子不是你的错，灵泉才是罪魁祸首的这个薛冉冉嘛。其实虽然说前期的时候，包括中期苏一水是身为魔子，但我觉得不会影响他就是表达感情、表达爱意，然后作为一个正直的人这一个。那你如何看待他与自己命运的这种抗争？我觉得他这一点非常酷，他很坚持，秉从自己的内心吧，自己所想要达到，不会顾及旁人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看法。邓为本人是一个信命的人吗？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需要看你是站在哪个角度去看待这个事情，得看遇到的具体是什么样子的事情，以及这个事情的话是不是需要妥协。当然在妥协之前的话，可能我会坚持自己的一些原则。冬瓜蘸白糖啊，它就是一种感觉，但是肥皂其实我小的时候偷吃过。你为什么会都是肥皂？因为我小的时候收到过一盒礼物，它里面是那种不同颜色的那种什么小熊啊、小汽车啊，然后海星啊这样的一个小的那种肥皂吧，还香皂吧，就这样子。我就闻到味道也很香，所以就上去咬了。我把我咬的那块肥皂就后来就自己扔掉了，好像我也是怕被打。那如果做吃播的话，邓为会是什么类型的吃播博主？你会去测评一些，就比如说味道很奇怪、比较冷门小众一点的，这是比较有意思的，因为可能大家平时也不会遇到，但是看到了会有比较有兴趣的。
对，因为我老刷到就是他们测评那种就是小众零食啊或者水果啊，然后就会味道就很奇怪。对，我也会刷到那样，也会停下来看一看，因为觉得确实也蛮有趣的。紧张，但是更多的是开心吧。我觉得全剧组上下成百上千的人一起努力的这么一个东西，然后它诞生了，然后完整的体现在大家的面前，其实就是自己的心血啊努力。包括回想起来工作的时候，跟导演啊，包括什么像现场的工作人员、编剧，还有其他演员，就开心的回忆都会涌上心头。就是大家共同努力的这个东西开花结果了，可以呈现上来了，就很期待。然后接着而来的就是大家的评价了，希望大家真的很喜欢这部剧。那你比如说在拍摄以及到现在播出，你会有一些担心和压力吗？说实话，其实是没有的。我觉得我也是努力尽可能的，就是交一份满意的答卷。然后拍摄的时候也非常强调自己，就是一定要对得起看这部剧的观众。整个拍完了以后，还是会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相同的话，就是我还是在坚持我之前自己所坚持的那些，就是敬畏，然后用心努力。不同的可能就是，那当然现在演男主了，那戏份肯定跟之前是不同的，现在戏量也上去了，然后如何在这么强的这个工作量下可以更好的输出内容，我觉得这一点的话是挑战，跟之前完全不同。尽自己最大的可能，精准的去把这个角色的这个状态啊、内心世界，然后给演绎出来，让观众看到。但其实因为《土山璟》算是更广的，就是进入了大众的视线嘛。但好像你也没有就是给自己特别高强度的这个拍戏的节奏，这样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我其实没有做考虑，更多的我是希望我可以拿到一些好看的故事，然后还有就是动人的角色吧，这样的，这是能打动我的。因为我其实是更在意的是质量而不是数量，我希望可以就是拿到的本子，它的逻辑性啊，然后它的整个观念啊，它所表达的三观啊，都是我所认同，然后呢可以去共情的。对于我来说是好的剧本，对我来说是更重要的。那就对于目前的你来说，你会更就是喜欢或者偏向什么样的故事，或者说人物能够打动到你？其实我没有想过这样子的问题，就像之前有采访有问到过，我最想接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觉得这个是得取决于就是能给到我什么样的本子，我拿到的本子的角色和故事是怎样的，就是当下能够打动你。对，然后也是我比较期待的。那你自己会看吗？就是一些现在市面上的一些剧？我会看，就是国内的、国外的都会看，然后剧和电影也都会看，从中的话会学习到一些东西。露一手啊，我是觉得我的厨艺不要期待了，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苏一水的厨艺。我觉得你不是说你的厨艺比苏一水好吗？那你们也不知道苏一水的厨艺是不是？往后看的话就会知道了。刚过完春节嘛，你在家就是比如说过年会给家人的做饭啊，或者是年夜饭这种。对，会帮忙的，一起像包饺子啊、拌肉馅儿啊这样子的，然后切肉馅儿这样子。但是不会自己去做一个菜。就有的时候在家里面跟家人在一起，还是会变成小朋友。那你现在是收到红包多还是发红包多？我是发红包的那个人了，现在。还会收到红包吗？就是有要给我，但是我就不要了。这么好？对，竟然还有不要红包的。对呀，你是我第一个见到就是有红包收还不要的，你真的很大方，我们邓伟老师。可是剧里面的话，模仿的是小猫咪，这白虎属于凶兽了，这要怎么模仿？而且我也没有说是观察过这个老虎啊。那小猫咪呢？小猫咪就这样蹭人了。那总是演小动物，有没有演出什么心得？因为我自己本身就喜欢小动物嘛，然后喜欢去观察，可能就是观察到的一些点印象比较深刻嘛。比如说像是我剧里面自己家的那个猫洗脸，那猫确实一天有大部分时间在清理自己的毛发，所以它在清理毛发的时候，我就会去看。我觉得是一件很有趣的事，而且也很治愈。其实也是挺喜欢，就是观察生活，然后把它记住来作为就是演员的养分。对，但是没想到可以用得上，真没想到。就是把自己调整成苏一水的心态嘛。这个剧本的话，也是非常的感谢尹涛导演，然后还有编剧刘芳老师，
然后它这个世界观，包括这个所有人的这个逻辑性的话非常强，非常完整，所以我在带入角色的时候就自然而然的就可以进去。我塑造的角色跟我本人的性格相差的都非常大，所以都是很有挑战的。苏一水的话会更加复杂一些，因为它后面有不同的人物阶段，然后包括是他也不是他的时候，所以就是整个的这个情绪，包括戏剧张力都是浮动非常大的。虽然说是挑战吧，但其实我自己还是挺嗨这个点的。缅因，为什么？因为他很酷。我平时的话，其实就不笑的时候，整张脸就很冷，然后大家会觉得好像不开心，或者是不高兴，或者觉得又很拽之类的。但其实就是放松状态下面就是臭脸。然后你像缅因看起来就很凶嘛，但是其实脾气的话也很平易近人。我觉得苏一水也是这样子的，外表很酷，但其实内心很温柔。不能说是温柔，我觉得就是比较好相处。有思考一下当天的行为，但是也是因为非常开心嘛。你像是杀青这么久以来，大家又聚在一起，然后现场有那么多喜欢仙台有树的小伙伴们来看我们，就也是非常开心的，觉得很热闹。我躺一天，我觉得这个不至于，因为我一般累的话，或者回去的话会吃一顿好的，然后运动或者是看电影什么的，就恢复了，不会躺一天。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对我的这个定位是一个 I 人，因为我自己也不 I。你不挨，因为我觉得说我从 I 人变到 E 人的话，就感觉好像也很反常，然后甚至看到有一些说我是不是喝了假酒上去的。首先我要说一下，我是不喝酒的，因为我酒精过敏。因为是双鱼座嘛，要知道是不稳定的，就是会来回换的，来回跳的。可能有的时候 I， 有的时候 E 这样子，可能是会根据当下的一个状态来决定我可能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情、一个状态。你就看那个甩葱舞，但是把那个葱甩出去。但是我没想到的，我感觉那个葱好像很结实，我一甩断了，我没想到，然后就后悔，因为甩断了以后，整个周围那个舞台上全是葱的味道。我看你还拿起来闻，就是在直播里面。对，因为它味道很冲，因为很新鲜，很葱的一个葱。你自己平常喜欢吃葱吗？或者蒜这种冲的味？我还蛮喜欢的，因为调味上面的话，这种食材是不可缺少的。你少了这味食材的话，可能味道就不会那么的浓郁了。对，它还去腥啊，还是有很多作用的，提味什么的。苏一水它拥有那个必杀技，金币在周围，就是它必杀技也蛮多的吧？这个只算一个，我觉得。对，大家很想拥有这样的技能，就是可以召唤这个金币。哦，主要是为了招财是吧？主要是为了招财。对，那就请我们这个扮演者邓为来用这个红纸和金币来为我们手绘。你突然笑了是什么意思？我这个圆画的可是太圆了，很怕自己画的很抽象，大家看不懂。那你一会儿给我们讲解一下。好像也还行哈，可以，大家能看懂，浅显易懂嘛。讲解一下啊，当当当当。哇，好漂亮啊！天哪，真的好会画呀！画了一个红包，然后里面有很多金币嘛。苏一水的那个武器的话是那个钱币嘛，所以就是祝大家财源广进，事事顺心。大家可以看懂吧？就是画了一个小钱袋，然后里面蹦出很多金币来。感觉拿这个红包就可以就是实现财富自由。实现财富自由。